Hello， 大家好，我是杰米，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讲如何在亚马逊工作。亚马逊呢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之一，成立在1994年，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西雅图。最初是线上的书店，然后后来呢业务扩展到数位电子平台云计算和人工智慧等服务。亚马逊旗下的公司有业务包含亚马逊网站。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不过在全球各地都是最大的线上商店。亚马逊的网站呢，提供了各种商业类别，包含了书籍啊、电子设备啊、家庭用具啊和玩具、食品、饮料等。它有 Prime 可以 2-day free shipping， 只要你是会员的话，它2天就可以寄送到你家，然后退货也是相当简单方便，不啰嗦，所以在美国是相当的流行。那亚马逊的 AWS 是另外的业务，它目前呢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云计算提供的公司，然后它包含数据存储、分析服务，是全球最大的公共云服务之一，的客户也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知名企业，譬如说大家常看的 Netflix 啊、Airbnb 啊和 NASA 都是它的客户。然后它也有开发一些像无人商店啊，就是你只要进去商店，你没有任何的员来帮你结账啊，或者是告诉你有什么商品，全部都自动，从你走进去到你走出来结账，全部都是自动化的结账。那该公司在2020年的收入呢，超过3860亿美金，是全球最大的电商企业和一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公司。当时我记得是继 Apple 之后第2个达到1万亿的公司。然后它有各种丰富的商品和服务呢，而且还不断在扩展它的业务版图。它在2017年收购了刚刚我讲的 Whole Foods Market， 是进入 grocery。然后呢，它也有在开发自动驾驶技术、人工智慧和机器人等各领域，希望能够达到各个行业的各种不同的创新。那如何能成为亚马逊的员工呢？接下来我就来分享亚马逊独特的面试方式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呢，请你一定要在下面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我会持续的在这个频道更新各种相关类似的讯息。那首先亚马逊的面试分为2部分，第一个就是 phone screen第二个就是 on-site interview， 也就是面对面的面试。那phone interview 呢，一般是1位到2位，然后大部分是由你的 hiring manager 来对你做电话40到50分钟的面试，然后面试内容包含你的经验你了解的知识以及还有等等，我会提到一些行为准则 behavior question 的问题。那成功进入第1轮以后呢，你就会有第2轮的on-site interview。那因为 COVID 的关系，现在 on-site interview 一般通常是在网络的那个视讯会议，但是基本的流程还是不变的，一般会有5到6位的面试官所组成一个 committee。那每一个面试官会分别面试大约也是40-50分钟的时间，包含了你的专业经验一些问题。那如果是工程师的话，他会考一些专业知识还有理论知识。但除了那个以外，Amazon 还有一个跟其他公司不一样的，也就是所谓的 behavior question。那什么是 behavior question？ 具体例如他会问你说请你描述一次在工作中遇到的挑战，你是怎么解决它的？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冲突？那你是怎么处理的？那最后结果如何呢？如果有下一次的机会，你会有任何改变吗？为什么？类似这样的行为问题。那每一次的行为问题呢behavior question 则是建立在 Amazon 的 leadership principle， 也就是领导者原则。这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呢，代表的是亚马逊公司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了，还有一件事，就是在这5位面试官里面，其中有1位叫 bar raiser， 他跟其他面试公司不一样的是，这位 bar raiser 呢，基本上跟你的要面试这个职缺的工作性质的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举例来说好了，我是工程师，他可能是来自sales 部门、legal 部门，各个不同其他的部门。那他也不会问你专业问题，他专门就是问你这个 behavior question， 然后他具有非常有趣的绝对否决权。如果当他问的这些问题，他觉得你回答的不够好，不符合亚马逊的文化的时候，即使你的专业是相当优秀，你也不会被录取。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什么是亚马逊的16个指导原则。
首先看这张图，第一个呢就是 customer obsession， 这其实是 Amazon 也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要从客户出发。你身为一个 leader 呢，你在开发产品的时候，你必须要从产品出发，反过来去推我们需要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产品，都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出发，这个东西是相当重要。那第二点叫 ownership， 那这个 ownership 呢，其实就是说他们觉得你要是 leader 的话，你必须要着重在长期目标，而不是短期的利益。那要以公司文化为出发点，你在面对各个不同部门共同合作的工作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说 This is not my job， 你不会说这不是我的责任，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工作只负责这个。每一个人看到有工作上的 gap 或干嘛，他们都会去 take 这个 ownership 去把它解决掉。那第三点就是 invent and simplify， 那他们觉得对每个公司大家都期许每个员工需要一直创新，那他所谓的创新和简化又特别强调说，除了我能够让产品更好以外，他也会一直去看世界各地不同的新发明，他不需要说我新的产品的 idea 创意一定是要来自自己这位员工，他可以接受世界各地更优秀更好的创意，然后把它整合到他自己的产品上。那第四个就是 I write a lot， 那就是说他觉得leader 需要有很强的判断力跟直觉，他们会去收集各方面的不同的 corner case 的观点，想办法去证实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再来就是 learn and be curious， 也就是说你身为一个 leader， 他们期许你就是必须要一直持续的学习，一直去发展各个不同新的技能，让自己一直接受新的挑战，然后一直充实自己。那再来就是 hire and develop the best， 那你必须要一直能够招募最优秀的人才，而且对于既有的人才，你要能够培育他，让他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才能够帮助公司发展。那再来就是 insist on highest standard， 也就是说我要坚持对于我在做的工作产品，我都要坚持最高的标准跟质量。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标准不是固定的。今天我如果开发一个产品，举例来说，大家最常用的手机 iPhone 好了，每一代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不能只是做像上一代或去年我所做的一样的事情，我必须要能够做得更好，例如我要用更少的时间去完成一样的工作，或者是我要如何能够把我这个工作的品质，这个方选品质能够再更进一步的提升，而不增加任何的成本。那再来就是 think big， 他觉得 leader 呢要能够勇于构思，然后能够追求很大的目标和机会，而不是追求眼前小小的利益。然后再来 bias for action， 那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大家都知道做生意就是速度要快，尤其是 consumer electronics 每年变化都很快，每一年客户都在等待新的 iPhone， 每一代 iPhone 都要有不一样的进步，对吧？所以你绝对不能 delay。那除此之外呢，怎么样达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那亚马逊觉得呢，他会把他的决策分成两种，一种所谓 one way door versus two way door。那 two way door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决定啊，如果是能够改变的，也就是说，这个决定假设我们发现决策错了，那当我把它改回来的时候，我不会有很不能接受的机会成本，我们可以接受可控的risk， 那这就是可以达到 bias for action 的目标。那第10个就是 frugality， 这在亚马逊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它要非常注重成本控制。这一点其实跟台湾的厂商相当类似，就是要能够做到 cost down， 而且在每一分钱都得要花在刀口上。那第11个就是 untrust， 就是不只是你要赢得你同事之间的信任，各跨领域部门同事们的信任，那你要如何能够赢得客户的信任，让他们能够继续的一直购买甚至使用你的服务。然后再来就是 dive deep， 对工程师来说啊，很多时候你在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时间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制作的产品、设计的产品不会 delay。那常常有 issue 有 bug 的时候，当工程师一解掉以后，其实很多时候在很多公司，工程师是没有时间去细看到底所谓的 root cause 是什么。
但在亚马逊不一样，它会要求在每一个问题解决以后，事后都要来做一个非常深入的研究分析，到底它所谓的 root cause 是什么？他希望借由做这件事，不会能够真正的了解问题的本质，才不会未来遇到类似表面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重蹈覆辙，或者是我们以为原本的方式是能够解决的，就因为我们不了解这所谓的 root cause。对，这一点是蛮不一样的。那再来就是 have backbone, discreet and commit。这点就是说 leader 呢，他们要求 leader 必须要勇于去挑战他人的观点，假使你不同意，即使这个观点是你老板告诉你的，是你上层的大老板说的，叫你做，或者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只要你觉得这件事错的，你都要勇敢挑战它，即使在挑战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不愉快，或者是不高兴啊，然后摩擦，这在亚马逊都是非常非常能够接受的，而且大家会鼓励你去跟别人挑战，甚至常常在开会里面，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会有很强很强的争执，但是当最后决定做完以后，他也要求你disagree and commit， 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你心里有再不同意，因为这个是大家已经讨论完做好的决定，那你就要100%支持，你绝对不可以心不甘情不愿的做。对，好，再来就是 deliver result。那在亚马逊呢，他们只重视结果，所以你必须，他们只重视你是不是真的有把事情做出来做完，即使是失败，它也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要你员工去假装花很多时间去做，但却没有任何delivery， 他需要有真的能够做出成果，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第15点呢，跟第16点呢，是亚马逊在2021年以后才新增的。首先这一点是 strive to be Earth's best employer， 就是说他觉得领导者呢必须要能够努力创造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给员工，然后他要能够问自己说，我的同事们是不是有成长啊？他们是不是有授予足够的权利，可以让他们去做决定，然后迎接未来各种不同的挑战？对每一个员工是不是都能够帮助他们迈向成功？那第16点叫做 Success and scale bring broad responsibility。他的说法是说，我们亚马逊是从一个车库起家的，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这么小的一间公司，我们一直在成长，我们甚至影响世界，但是我们还不够完美，我们必须要更谦虚，然后深思熟虑，更努力的为这个世界员工甚至客户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对，那基本上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当你在一个公司刚去那间公司的时候，你一定会受到一些员工训练啊、新生训练，他们就会告诉你我们公司文化是什么。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员工都像我一样，加入以后都只是大概听一下，可能也忘了。但亚马逊是唯一一间我加入过最特别的公司，它这16点的leadership principle 会让员工根深蒂固的在他们的思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加入这家公司以后，你所做的所有决策，你跟跨领域组的各种不同的合作，大家在讨论事情的时候，都必须把你所做的决定是符合哪一条 leadership principle， 甚至到你最后每年打年度考绩的时候，都是用这16条 leadership principle 来看你是符合哪一条。就说呢，这16条准则在亚马逊人来说，基本上都是倒背如流。好啦，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啦。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亚马逊，不管是面试技巧啊，或者是公司内部的有什么样特别的文化，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说。那喜欢我的影片，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